先不要弄这个，要先上直播有没有上去，能不能听到声音？有吗？有画面吗？有没有声音？有画面也有声音。好 ，OK。嗯，对。
好，来，各位同学，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好，那一样的，先请线上的同学扫一下这个 QR code 啊，Slido 的 QR code。那我们所有的问答呢，就在 Slido 上面完成。好，我们等10秒钟。好，来，那我们就进入投影片啊。那在真正讲投影片之前呢，有2件事情要公告一下。第一个呢是应该在昨天吧，昨天还是前天，我们的助教有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的作业2好像给的这个范例的程式有做一些修改啊。那如果你已经有去看作业2的话呢，你可能已经有发现里面有什么东西有错了。你如果直接就已经修改好了，也没有问题。那你也可以用目前助教在公告栏里面的更新过后的这个程式来完成你的第2个作业，也没有问题。好，所以这是请大家要去看一下 NTU Core 上面的公告，好，那你可以修正一下。当然，你如果反正你都已经写完，都已经上传了，你也不打算再改，这也没有问题。好，这是第一个announcement。第2个 announcement 是说呢，我们今天一样是会算例抽奖啊，一样会抽奖。那我们每周呢都会抽出11位同学，好，那几位成大，几位校外，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抽奖的11位里面，可以得奖的，我们忘记我上礼拜是5个成大还是6个成大的？6个成大哦。OK 好，就是6个成大的加上5个非成大的，总共 totally 11位同学会得奖。那这11位同学呢，又会有1位是得大奖啊，就是1500块的 quota 啊。那其他10位呢，就是300块的 quota。好。那我们上周呢，这11位就都抽出来了，好，然后得到最大奖的，我看了一下是中央大学的啊，这个恭喜中央大学有线上上课的同学，好，那今天一样我们也会抽奖，那抽的话呢，在场的成大的同学当然还是用工人智慧来抽签啊，然后呢，线上的同学我们一样是会有一个线上的表单。那我上课的过程当中，就会不定期的有提供这个通关密语啊，请助教帮我记一下我的通关密语是什么啊，因为我会忘记，我是乱讲的啊。好，所以请大家这个密切注意上课。好，来，那我们就开始正式今天的课程哈。那首先呢，我们现在很快的应该要把第13章完成啊，把它讲完。那第13章最后面呢，讲到的是 approximate inference in Bayesian network。好，那当你在用贝氏网络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描述了某一个我们所关注的世界里面的好多个随机变数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的关系。然后呢，这些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个别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几率。OK 当我的 parent 是什么值的情况之下，我现在是各种不同的值的情况会是如何？好，所以这就是叫 CPT 嘛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Table。好，那理论上呢，我们有了这个网络，我们有了这个 table， 那我们现在关注某一件我们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套用这个 table 去算出我们有兴趣的那个几率。理论上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在实际的进行工程问题的时候啊，常常这个网络很庞大，那而且呢，里面的变数数量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之前就讲到说，虽然在数学上我们可以直接套那个 table， 然后呢去计算出
我们想有兴趣的那个几率，但常常啊里面的运算可能会牵涉到非常多的加法啊、乘法啊这些。好，所以这就导致说呢，我们如果每次都要去做 exact， 就是100%完美的 inference 啊，就完美的去算出那个几率的话呢，可能要花很多的 computation。所以呢，这个 approximate inference 近似的这个推算呢，相关的技术就应运而生。好，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也主要要讲的是 Monte Carlo 演算法这一大类的这种 approximate inference 的方法啊。那这个又是很大的一个分类，我们特别呢又只关注在2种比较简单的啊，一个叫 direct sampling， 一个叫 Markov chain sampling。好，那我们上次最后呢很快的讲了这个 direct sampling， 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好，那这个 direct sampling 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直接呢，我可能不知道这些 CPT， 这些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table， 我可能不知道，或者是说，我就算知道，这整个网络又太复杂，我要做的运算又太庞大，所以我想要用近似的方式。好，那我每次在进行这个，所以我现在的提出来的想法就是说，我不真的去 traverse 这个 Bayesian network， 我呢就是每一次当我走到某一个这个 Bayesian network， 应该说我走到这个 Bayesian network 的某一个点的时候，我会根据到目前为止我观察的结果，然后我去丢一个硬币，好，我丢一个骰子，好，然后呢来去得到我现在这个 random variable 它可能的数值是多少。好，所以比如说今天我如果是丢一个公平的一个硬币的话，它丢出来正面朝上或反面朝上的几率各是 0.5。好，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们认为当我们在这个世界走动的时候呢，先发生什么再发生什么啊，我原先发生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再发生什么事情，这整个过程是会 follow 一个隐藏在这个背后的一个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的。好，那我们如果走过这个世界走过很多次，基本上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呢，就应该要 follow 这个背后隐藏的几率的 distribution。啊，这是它的一个主体的概念。好，讲起来很虚幻，我们举一个例子，假设呢有一个网络呢，就是这种 multi-connected network 啊，这个所谓的 multi-connected network 是指说呢，我在这个贝氏网络里面，我从一个 node 走到另外一个 node， 我可能有不止一种走法。好，像这里我从 Cloudy 这个 node 走到这个 White Grass 这个 node 有2种走法。好，那这个在之前呢，我们讲到说，如果我们的贝氏网络是这种 multi-connected 的 network 的话呢，基本上你要做到 exact inference 这件事情是一个 NP-hard 的问题，是一个指数复杂度的一个问题。好，拉回来，就是因为它很复杂。当然，我们这里举的例子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但理论上，当我的这个 node 很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好，那今天呢，它就是4个 random variable， 是不是阴天？洒水器有没有开？有没有下雨？以及草地有没有湿？这样子。好，那我今天想要看一下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状况出现的情况。好，那首先呢，我就依照这个 Bayesian network， 我就先从最上面这个 node 开始。好 ，Cloudy 这个 node 呢，我要做一个 sample， 相当于我要丢一个硬币。那这个硬币呢，因为 Cloudy 要么就是阴天，要么不是阴天嘛。好，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其实是阴天或不是阴天的几率各是 0.5。好，所以是阴天的几率 0.5， 不是阴天的几率 0.5。好，那假设我丢一个这样的一个硬币，丢出来了，发现正面朝上，好，那我就说我 sample 到的是阴天。好，接下来换下一个，在给定它是阴天的情况之下，洒水器会开或不会开。好，这个就是我第2次要做 sampling。好，那因为我已经知道它现在是阴天了嘛，在已知是阴天的情况之下呢，洒水器会开的几率是 0.1， 不会开的几率是 0.9， 所以我现在呢
又要丢一个硬币，这个硬币呢丢出来是正面的几率是 0.1， 丢出来反面的几率是 0.9。 好，那我就真的去丢这个硬币咯，一丢发现反面。好，所以呢我现在 sample 到的就是说洒水器没开，这样。再来，给定它是阴天的情况之下，下雨的几率是 0.8， 不下雨的几率是 0.2， 这样。好，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我又想要知道说下雨的状况如何，我又丢一个硬币，这个硬币呢是属于有 80% 是正面朝上， 20% 反面朝上的。好，那我就真的丢，发现正面朝上，所以我就说 OK， 目前这个世界呢有下雨。好，再来最后一个，给定没有开洒水器以及有下雨，这两个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刚刚我丢出来硬币的结果是这样嘛，所以在没有开洒水器有下雨的情况之下，是哪一个呢？是 FT 这个。好，那么草地会湿的几率呢是 0.9， 不会湿的几率是 0.1。 好，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硬币，那我这时候又在丢，发现呢正面朝上，所以呢是草地是湿的。好，所以整体而言呢，我把这整个贝氏网路 traverse 走一轮啊，我就得到了 true fals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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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 true true。 这个就是我根据隐藏在这个贝氏网路背后的这个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table 去取样出来的一组结果，这样理解吗？好，所以其实现在这里是秀给大家看的，就是说我隐藏在这个世界背后的这些 CPT 长这样，而我根据这个 CPT 我去进行 sample 出来的一组样本叫 true false true true， 这样 OK， 这叫 direct sampling。 好，那你 sample 出来有什么了不起吗？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把这个世界走一次的意思。好，那我可以走很多次啊，我可以走很多次。好，那今天这个世界我走出来的结果叫做 true false true true， 会产生出 true false true true 的这样子的结果的几率是多少呢？在理论上其实就是等于这个嘛，就是给定 parent 的是多少数值的情况之下，我的 child 是什么数值，我把它可能的几率全部都乘起来，这个就是我会出现 true false true true 的几率嘛。所以这个东西会出现的几率多少？其实就是 0.5 乘 0.9 乘 0.8 再乘 0.9， 就是这个几率嘛。 OK， 好，那这个几率你仔细看等号右边的这个几率，这个几率不就是我们在第13章前面一直在讲的，我要去做这个所谓的 exact inference， 我根据 CPT 我去进行推算的那个几率，就是这个 probability S1 到 Sn， 就是 true false true true 所出现的那个实际的数学的运算，不就是这个吗？所以他现在是在告诉你说，其实我今天这个世界我 sample 出来的结果会是 true false true true 的几率，其实就等同于我在数学上在进行推算的时候是同样的那个几率，这样。好，他只是要讲这件事情而已。好，那但实际上我们其实就是没有要去真的去做这个运算嘛。我们刚刚在今天一开始上课的前提就是说，我去算这个数字啊，其实当 random variable 很多的时候，我就很不好算嘛。好，我就想偷懒一下嘛，对不对？好，就不好算。好，所以我就是没有要用这个算法来算出这个几率啊。好，所以我的做法其实是说，我呢就在这个所谓的洒水器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我就去 sample 很多次，我去把这个世界走很多次。好，比如说我走了 n 次，我去做 n 轮的 samples， 一轮的 sample 就是会有4个结果嘛，就比如说刚刚是 true false true true， 那我下一轮再进行 sample 可能会是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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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e， 对不对？再下一轮做一个 sample 有可能是
true false false true 也有可能嘛。好，那简单来讲，那我要如何去判别到底 true false true true 的几率到底应该要多高呢？我们刚刚前面这一页告诉大家说，我知道啊，在数学上它的几率就是这么高啊。可是我现在是反过来，我就是说，我就不要这样子算了，因为这样子不好算。好，所以我用 sample 的方式。那我 sample 的方式，我怎么知道 true false true true 几率多少？那答案其实很简单，做法很简单，就是假设你在这个世界走100次，你走完这100次之后，其中假设有20次是 true false true true 的话，你就知道说，true false true true 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是20%，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好，所以这讲的漏漏等，讲的好像很厉害，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而已。那这个例子就是你国小你就会啦，就好像说我问你说，现在让你投2颗硬币，对不对？让你投2颗硬币，那丢出来2个都正面的几率是多少？丢出来2个都反面的几率多少？一正一负，一正一反的几率是多少？好，那当你还是国小的时候，你没有学过几率，你会怎么做？啊，那你基本上就是你去丢看嘛，对不对？你就丢2个硬币，你就丢嘛，你跟丢100次，然后你去做一个统计嘛。OK， 啊，现在就是在做这件事，我就是把这整个洒水器的世界我走过100次，那我真正呢会有 true false true true 结果的呢？当你丢的次数，你这个大 N 数字很大的时候，它会出现这个结果 true false true true 结果的几率啊，应该非常接近32%， 32.4%。啊，因为这个32.4 0.324其实就是实际的你带入数学下去算出来的结果。好，所以这里就讲说，当 n 趋近于无限大的时候，你去看你丢出来的 true false true true 的数量除上你的总数量，这个数值啊就会趋近于是这个等号左边的这个 probability。 这个是什么？等号左边这个就是数学上完美的数学计算是这样。那右边这个是呢？右边这个是我完全不用数学，我就在那边丢硬币，丢很多很多很多次，然后我只是在算，某一种情况出现多少次，某一种情况出现多少次而已，对不对？这样讲完之后，是不是觉得这东西超没有学问的啊？对不对？超级没学问的啊！投影片还讲那么多，英文写那么多，但它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就是你就丢硬币，然后呢，你就真的取 sample， 然后算比例，就这样。OK， 那你做这个事情呢，你还有一些附加的效果，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我有兴趣的，并不是 true false true true， 并不是说阴天没开洒水器。下雨、草地湿，我有兴趣的并不是这样子的 event。我这样的 event 代表的是，我现在是阴天，没开洒水器，有下雨，草地是湿的，这是一个 event 嘛。假设我有兴趣的 event 是说，请问在这个世界里面，下雨的几率有多高？那你可以怎么做？事实上，他也告诉你了，其实。你如果只 care 下雨的几率，那你就去看嘛。假设你丢了1000次，你丢了1000次啊，第一次可能 true false true true， 第二次可能 true true false true， 第三次可能 false false true true， 对不对？等等等等的。好，你就只需要去 care 下雨是第3个编号第3个随机变数嘛，你就只去看第3个维度，对不对？你第3个维度是 true 的次数有多少次？好，结果发现你如果 sample 了1000次，其中呢有511次的结果啊，它的第3个维度是 true， 那下雨的几率就是511除上1000啊， 0.511， 这个就是你估算出来的，你可以这么做啊，你可以这么做啊，因为你 sample， 你每次一组 sample， 其实就是把你整个这个世界里面的
每一个随机变数的值都真的 sample 出一个实际的值出来啊。那你如果只是 care 其中一个，比如说有下雨又草地湿也可以啊，你就是单纯的把第三个维度跟第四个维度都必须是 true 的那一些拿出来，然后算次数算比例，这个就是你要估算的几率了。好 ，OK， 所以再讲一次，在这个洒水器的世界里面，如果你要用数学的方式来算下雨的几率，根据我们之前所说的，你要怎么算？你就是要 sum over 所有其他的 random variable 嘛，对不对？你把有没有阴天的两种状况都要sum起来，都要加起来。你要把洒水器有没有开的情况都全部加起来，你要把草地有没有湿的情况全部都加起来，你会有3层的回圈，有没有 ？sum over 那些 hidden variable， 你还是可以算出 probability rain 等于 true 的几率，可以的。你可以用数学来推算，你也可以完全不用数学，你就是丢骰子，你丢1000次啊，用苦力，你不算数学，但是你用苦力，你去丢1000次。你得到1000组 sample， 然后去统计第三个维度是 true 的那些所有的 sample， 除上1000次也可以，这样好，这叫 direct sampling。好，那上次我们大概就讲到这边了哈。那另外一种呢是说 rejection sampling， 好，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是用来 produce samples from a hard to sample distribution given an easy to sample distribution。 好，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呢，我所 care 的那种事件可能不容易 sample 或者很少出现。好，它整个运作的方式是 generate samples from the prior distribution specified by the network, then reject all those that do not match the evidence。 好，底下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直接看到底下这个例子，就是说，假设我们想要去预估当洒水器有开的情况之下，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好，假设你要预估这件事，你想要预估这个几率，这样。好 ，again， 你也可以用数学的方法来算。好，假设我们现在不用数学的方法算，我用 sampling 的方式。那我去产生出100个 sample， 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走了100次就对了啦。好，那你要去如何估算这个几率呢？那就是在这100次里面啊，你首先你要去看说，这100次里面有多少次它的洒水器是开的。好，那假设呢其实73次啊，洒水器都没开，所以这些 sample 到的这些样本就没有用。因为我们所 care 的事情是，当洒水器有开的情况之下，下雨的跟不下雨的几率嘛。所以呢，我这73次的 sample 都没用，我剩下来的27次呢，是洒水器真的有开的。好，那所以我们只能够去算说，那你看一下嘛，在这27次洒水器有开的情况之下，下雨的有8次，没下雨的有19次。所以呢，我这个几率呢，就可以是怎么样？差不多等于是嘛，8比19 normalize， 差不多是 0.296 对上 0.704 啊，也就是说，在洒水器有开的情况之下，下雨的几率 0.296， 不下雨的几率 0.704。好，这个叫做 rejection sampling， 它其实是 direct sampling 的一个延伸呐。好，它的重点只是在于说，当我要估算的这个几率，我是有一个 condition 的。好，那你只要不符合这个 condition 的这些 sample 全部都没用嘛，因为它不符合洒水器有开的情况嘛。好，那你就把它丢掉，你就把这些像这里有73次的 sample 都把它丢掉，剩下符合我使用的是27次这样。好，那实际上啊，以这个例子来讲，其实呢 ，given sparkly 是开的 ，given 洒水器是开的情况之下，下雨的几率实际上呢，如果就完美的数学来估算的话，来计算的话是 0.3， 然后呢，不下雨的几率 0.7，
其实也很接近的啦，对不对？0.296、0.704啦。好，那有理论可以证明啊，就是说你的取样的点越多，你这样子的预估呢就会越准啊，就会越准。那你的这个误差，你预估的误差呢，大概会跟根号 n/1成正比。n 指的就是你的这个样本数，好，所以 n 如果越大，根号 n/1就越小嘛。所以你如果样本取得越多，你的预估的误差值就会越小，你的误差值的标准差就会越小，这样这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好，那听起来不错嘛，这也简单嘛，反正我就是 direct sampling， 然后去除掉那一些不符合我 care 的 evidence 的去掉，这样我还是可以估算出来。好，那这样子的做法最大的问题是说，这个 rejection sampling 啊，它实在是丢到太多 sample。你看我刚刚这个例子，我辛辛苦苦 sample 了100次，我把这个世界走过100次，在这100次里面，其实我73次，如果我今天要预估的是这个几率的话，我这73次都白走了，因为我这73次都是洒水器没开的状况而我就丢掉很多 sample， 那就是浪费太多的时间了。好，那而且呢 ，the fraction of samples consistent with the evidence drops exponentially as the numbers of evidence variables grows。如果今天你的这个 evidence 这里有好几个 evidence 的话，你会丢掉的 sample 的数量会急剧的增加，会急剧的增加啊。那所以就会造成很多的浪费。当你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你随机变数变更多。假设我今天就是我要顾虑到 evidence 1、2、3、4，对不对？就是我要顾虑的有，比如说今天中午有吃饭，加上外面温度30度以下，再加上宿舍离教室的距离在100公尺以内，这样情况之下，学生会来教室上课的几率有多高？好，就是你的 evidence variable 太多个了。事实上，比如说全成大的学生，我要 sample 出，假设全成大的学生都被我 sample 出来，符合刚刚的这些要件的情况其实很少，好，那我能够估算出来的几率就不准，这样好，这个就是 rejection sampling 的一个缺点。好，那为了因应这个缺点呢，我们现在在讲另外一种这种approximate inference 的方式。这个 approximate inference 方式呢，叫做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鼎鼎有名的 MCMC algorithm。好，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家知道 AlphaGo 嘛，对不对？ AlphaGo 当年在提出来的时候，它运作得很好，大家天下皆知。它的核心技术一个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另外一个就是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这个 Monte Carlo 的演算法，这个 sampling， 那大家可以听一下为什么这东西可能可以用在 AlphaGo 里面。好，这个 MCMC algorithm 它的运作方式跟刚刚的这种 rejection sampling 就不太一样。好，这里在这句话里面呢，他说呢 quite differently from rejection sampling and likelihood weighting。likelihood weighting 这边我们跳过去，我们没有讲我们刚刚只讲的 rejection sampling。但总而言之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跟刚刚的 rejection sampling 的做法不同。好，它呢不是去 generate samples from scratch， 并不是说每次我都把这个世界重走一次MCMC algorithm generate each sample by making a random change to the preceding sample。它的概念是，我每次我一组新的 sample 是来自于我刚刚前面上一个 sample 我改一点点，这是它主要的逻辑上的差别。这样有没有听懂？刚刚的比如说像这个
刚刚这个洒水器的世界，我们刚刚是讲说一个 sample 叫做什么？一个 sample 就是我去把这4个随机变数的值都根据丢硬币丢出来嘛，所以说 true false true true 就是我的一个 sample。好，那我是不是把这整个过程走一次嘛，对不对？下一个 sample 呢，我又把这整个过程又再走一次，所以我下一次再丢硬币的结果可能是 true false false true， 可能是这样。然后我就这样子丢硬，我就把这个世界走1000次，走100次，这是 direct sampling。那但是 MC 呢，它是每一次，比如说第5次的 sample， 其实是来自于第4次的 sample 改一点点，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MC 的做法可能又有很多种，我们只介绍其中一种，叫做 Gibbs sampling。那这种 sampling 的做法呢，又特别适合用在贝氏网络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个 Gibbs sampling 呢 starts with an arbitrary state and generate a next state by randomly sample a value for one of the non-evidence variable xi。首先，他先从这个贝氏网络里面的某一种状态出发，接下来呢，对于那种 non-evidence 的 variable 呢，我们一次改一个，一次改一个，一次改一个。The sampling for xi， 比如说现在 xi 这是一个 non-evidence 的 variable， 我们现在要去改它，或者说我们要去根据现有的状况来重新 sample 这个 xi 的这个 random variable 的值。它的先决条件是condition on the current values of the variables in the Markov blanket of xi。 好， Markov blanket 是我们上次上课有教过有讲过的，我们当时跟大家讲说要记起来，记得这个名词。所谓的 Markov blanket of xi 指的就是这个 xi 的 parents、children 以及它的 children's parents， 就是环绕它的周围跟它有第一层关系的那一些 random variable，就叫做 xi 的 Markov blanket。 所以说呢，在这边我每次要针对某一个 non-evidence 的 variable xi， 我要重新丢一次硬币，我是 condition on 它的 Markov blanket 的里面的 variables。 这个演算法呢，一次只会改一个 variable at a time， keeping the evidence variable fixed。 来举一个例子，假设呢，我今天有兴趣的几率是这个，given sparkler 是开的，然后呢，草地是湿的，给定洒水器有开，草地是湿的情况之下，我想要去预估它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假设这是我有兴趣的想要估算的几率。好，那我的 evidence 呢，就是洒水器有开，草地有湿，这样子。Non-evidence 的 variable 呢，就是是否是阴天以及是否有下雨，这样。好，那我现在呢，对于这2个 non-evidence 的 variable， 我就随机的给一个初始的值比如说 true 跟 false 好了。好，所以我就会得到一组 sample 咯，就是 true true false true。 好，其中第一维代表的是阴天，阴天有阴天，第2维是洒水器有开，第3维是没有下雨，第4维是草地是湿的，这样。好，我随机从某一组状态出发。好，接下来我针对 non-evidence 的 variable， 就是 cloudy 跟 rain 嘛，我依序的进行 sample。 现在我要去 sample cloudy， 然后呢 given the current values of its Markov blanket。 好，所以呢 cloudy 这个 random variable 它的 Markov blanket 其实就是 sprinkler 跟 rain。 OK， 好，那 sprinkler 跟 rain 根据刚刚这里所说的 sprinkler 是 true， rain 是 false 嘛，所以呢给定 sprinkler 是 true， rain 是 false 的情况之下，我要去 sample 这个 cloudy。 OK， 好，那假设 sample 出来是 false，
好，所以呢，我现在的第二组，刚刚第一组的 sample 是 true true false true， 现在第二组的 sample 就改成什么 false true false true。所以你看到，你这个第二组的 sample 跟第一组的 sample 只差在一个 random variable 这里。OK， 这个逻辑就跟刚刚的 direct sampling 不一样。刚刚的 direct sampling 是说我每次要得到一组新的 sample， 我都是要把这个世界重走一次。但是如果是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我就是只看 given 这个 Markov blanket， 我是只 sample 一个 random variable。好，那这是第二个 sample 呢？那假设我现在要产生第三个 sample， 那我就针对 ran 这个另外一个 non-evidence 的 variable。好，给定 ran 的 Markov blanket，ran 在这里嘛，它的 Markov blanket 其实是 cloudy sprinkler 跟 wet grass 都是它的 Markov blanket。好，所以你根据刚刚所说的，我现在 cloudy 是 false，sprinkler 是 true， 然后呢，草地 wet grass 也是 true， 所以给定这三个的情况之下 ，rain 是 true 或 false 的几率。OK， 好，那我就真的 sample 了，而发现呢，可能我 sample 到的是 rain 等于 true， 所以呢，我现在第三组 sample 我就得到了叫做 fals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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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好 ，again， 你又可以发现说，我的第三组 sample 跟第二组 sample 又是只差一个维度，只差一个 random variable 的值，这样。好，那所以说你就可以依序这样子一直往下做下去咯。好 ，each state visit during this process is the sampl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estimate of the query variable rain。好，那OK， 那假设你有兴趣的事情是，到底这整个洒水器的世界，下雨的几率跟不下雨的几率，那反正一样嘛，你就按照这样的 sample 次序，你可能 sample 100次，那你就去看看说，在 rain 这个维度是 true 的次数有20次 ，false 的次数呢有60次啊，假设总共 sample 80次，所以呢，你去 normalize 一下呢，你就可以估算出 OK。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下雨的几率 0.25， 不下雨的几率 0.75。OK， 这就是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好，其实概念就是这样，讲完了。好，所以你现在回顾一下当年2015、16年 AlphaGo 出来的时候，它其中一项重要的技术就是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你现在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适合？好，比较简单的想法，你可以想象说，我今天围棋已经下到某一个盘面了嘛，这已经是这个整个围棋这个世界的某一种 state， 对不对？你下一步你要下在哪里？当然是 depends on 你原本已经下好的盘面，你现在我是黑子，要下在这个位置，还是下在那个位置，还是下在哪个位置呢？对不对？剩下来的这些空格才是你可以下的地方嘛。那我当然是要 based on 我目前已经下的黑子白子的位置去 sample， 我就要估算说我要下在哪个位置，那我去估算说我下这个位置我的胜率变成多少。所以这些已经下的棋子的位置就是我的 evidence。然后呢，我一次只下一个，再把其中一个空白的地方我去变成我黑子要下的地方。这个逻辑是不是很符合这个？好，我去 sample 说，在接下来这些空格的地方，我要下在哪一个位置？我要去估算我下在哪一个位置，我几率会最高，胜的几率会最高，对不对？好，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性的关系，你可以思考得到说，其实这个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是可以用在这个围棋的这个 case 里面。当然呢，这个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呢，它不是只用在什么贝氏网络，它在整个工程领域的很多地方都有用到这样的一个技巧。
啊，当你是要用 sampling 的方式的时候，啊，常常这一刻的 sampling 会 highly depends on 你前一刻的 sampling， 啊，这就是为什么它会 work 的一个原因。好，讲到这边，我们就是把第13章完成了。好，来，在座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看一下 Slido 上面有没有问题啊？好，有一个问题说，上一堂课几率的顺序是怎么演进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几率的顺序是怎么演进的？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你也许需要明确的说出你是在讲，比如说是投影片的哪一页，然后是在讲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几率的顺序是怎么演进的，是什么问题？好，作业2主要是怎么做？作业2，我记得主要有三题嘛，对不对？第一题跟第二题基本上就是要你实做 hill climbing 跟 simulated annealing 嘛。好，那应该是助教应该已经有给你一个框架了，你其实就是你要去实做出 hill climbing 跟 simulated annealing 啊。OK， 那至于这两个演算法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我上课都讲了嘛，对不对？Hill climbing 应该很简单啊，就是等一下，我想确认一下，助教有没有给一些资料，有没有测试资料？有啊，我记得有嘛，就是助教一开始先拉低赛，有没有？拉低赛拉了半天啊，就跟你讲说什么你要探索嘛，然后怎么样吗？然后他有给一些测试资料吗？啊，我觉得 hill climbing 跟 simulated annealing 的概念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好，你如果要问这个问怎么做的有点不清楚，你也许还要再问的再更清楚一点，你是哪里不清楚啊？好，那请这个今天的助教帮我确认一下，我们的 homework 2是不是有给什么测试资料或说明？好，我们先回答到这边。好，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10分钟，再回来下一堂。好，有吗？
因为我就是它是有一个 example，但我没有跑过，我不确定它这出来会不会是正确的。不是啦，有没有给资料？好像没有，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人本的 search 方式。我跟志文对，确认一下，因为你如果还要大家自己模拟资料，那大家怎么知道？正确的。对对对啊，对啊。
刘世文有回应吗？应该是没有正确答案，他应该就是会跑出，他就是会跑出有点类似他会跑来跑去这样，但是就是他这样写作有点算法会让他这样跑，所以没有正确，就是说他下一个位置会跑到哪里，他只是要跑出一个这样的他们要求的这样的图片跟文字档。我刚刚稍微看一下，应该是这种题应该没有正确答案。好。那回我再跟他说。好，我们要准备回来上课喽。好，来，我们继续接着开始上课。那关于刚刚最后面的那个同学在问说作业2作业2的那个问题呢，我会觉得说也可以请大家直接到 NTU Core 上面你们应该有讨论区吧？好，你把你的问题比较明确的问题写在那上面。好，你不要只是问说这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做。你应该是要问的更明确一点，那你放在上面呢，其实助教就必须上去回应。OK， 好，不要中间再转一手。我今天我 pass 给助教问题说学生不知道怎么写，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知道怎么写，我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好，所以要把问题讲得更清楚一点，然后呢，你可以写在 NTU Core 上，写上去就会有一个记录，然后助教就必须得要回应。OK， 好，来，那我们进入到第14章。好，那第14章呢，先跟大家讲一下，第14章呢，可能会是我们从开学到现在呢，可能会是最硬的一章，最硬的一章。那我尽可能的就是用比较简略的一些讲法来跟大家介绍。好，那第14章呢，讲的是 probabilistic reasoning over time。好，我们从第13章、12章讲几率，13章讲这个贝氏网络。我们所讲的内容呢，其实我们所关心的这个世界都是一个 static world， 就是它是一个固定不动的世界。比如说刚刚前面讲这个洒水器，好，这个洒水器呢，这个世界基本上指的就是某一个世界固定的某一个时间点。好，不管哪一个时间点，它都长那样，这样。好，那它是一个固定不动，这些几率是固定不动的情况。好，
那可是很多的问题呢，它其实是要考虑到时间先后顺序的，好，或者是说你的状态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动而有所改变。比如说，今天对于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们呢可能会想要知道说 ，OK， 你目前的这个你打胰岛素的你的剂量是怎么样？你的食物你吃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吃什么？吃多少？你的血糖以及你的很多其他的生理讯号。那我们可能是要去评判说，目前这个病患他的状态如何？好，那给定这些资讯呢，我们可能要给他一些，比如说你胰岛素打的剂量要不要做一些改变？你吃的东西要不要做一些改变？等等的。好，那大家知道说血糖、血压这些东西都是随着时间会进行变动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描述这些变动的情况，来辅助我们做出好的决策。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呢视为是，那世界是一个一直在随着时间变动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呢，每一个时间点就好像是一个瞬间，一个 time slice 每一刻 each of which contain a set of random variables, some observable and some not。在这个某一个世界的某一个瞬间呢，那我们可能就在描述这个世界有一些 random variable。那有一些 random variable 呢，它有实际的数值，我们知道它实际的，我们观测到它实际的数值，就是这个就是 evidence。某一些 random variable 呢，是我们无法观测到它的实际数值的。好，那我们假设 some subset of variables is observable in each time slice。我们假设在任何的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些随机变数，所以是可以观测到它的数值的。好，我们用 xt 呢来代表 step variable 在 t 这个时间点的 step variable。用 et 呢然后这个 xt 是 unobservable 的，它们是无法被直接观测到的。et 呢指的是 observable 的 evidence variable， 是这些 et 指的在 t 这个时间点，我可以观测到这些随机变数的实际的值的。那它实际的观测值呢，我们根据习惯用法，我们就是写成小写的 et， 这是实际的值小 et 是实际的值，大 et 指的是说这些 random variable 是可被观测的，这样。好，那讲这样很虚幻啊，所以说呢，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主要会用底下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做说明。现在这个世界是这样假设呢，你是一个警卫 ，OK， 你的工作地点呢在地下室。好，那你身为这个警卫呢，你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呢，你要去估算今天外面的天气是有下雨还是没有下雨。可是你都不能，喂，好，就是你是一个在地下室工作的警卫，然后你都不能出去，所以你看不到外面有没有下雨。OK， 但是你有一个任务是，你要去估算外面有没有下雨。好，那你怎么估算呢？你唯一能够看到的东西就是你的主管每天会来上班，那他会到地下室的办公空间，你只能够看到说他有没有带伞。OK， 好，你根据他有没有带伞的状况来去评估外面有没有下雨。可是大家要知道说，外面没下雨，他也有可能带伞外面有下雨，他也有可能带伞或者说外面有下雨，但他今天忘记带伞都有这些。我们假设你无法看到他伞上面有没有滴水，假设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说他有带伞或没带伞，你根据他有带伞或没带伞来去估算说外面是有下雨或没下雨。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设计出来的问题。好，那所以说在每一天，在 t 这一天你的 observable 的 variable et 其实就是我们称呼它叫做 umbrella。好，这是 u 这个大写，所以 u 这写大写代表说它是一个
random variable， 好，所以有带闪或没带闪是一个 random variable， 它是可被观察到的。好，那 xt 呢，代表的是外面的天气是有下雨或没下雨。好，所以它是non-evidence 的 variable。OK， 那我们可以写成它是 rain-t， 好 ，raint， 指的就是说，外面第 t 这一天可能是有下雨或没下雨，这样。好，我们现在是一个这样的问题。好，那我们刚刚说过嘛，这是一个大家不同天气会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会随着不同的时间点会变动的一个世界。好，那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世界的状态，就相当于是我们去 sample 一下，好，我们去取样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要取样多久要取样一次呢？这个多久取样一次这个 interval 啊，其实是你要多久取样一次，那就看你的问题而定。好，那比如说，假设你是在做这个糖尿病的检测呢，也许其实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医院住院，你的这种所谓糖尿病的检测，你可能是每个小时要量一次啊。比如说，好，那如果今天我们是这个所谓的在地下室工作的警卫的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可能是我们一天 sample 一次，这样一天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老板他来上班是有带伞或没带伞，一天我就看到他一次，这样子啊。总而言之呢，要 sample 多少次？我这一次 sample 到下一次 sample 中间离多久啊？基本上是看你的问题而定。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雨伞的这个世界啊，我们的 step variable 呢就是 R0、R1、R2。好，那我们假设呢，这个我们是从第0天，我们有一个初始条件，有一个第0天，从 R0 初始盘古开天辟地那个时刻叫 R0， 然后接下来我们从第1天开始就会看到主管有带伞或没带伞。好，所以说呢，我们的 step variable 呢就有 R0、R1、R2、R3 一直到某一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可以观测到的 U 就是 umbrella 的这个 variable 有 U1、U2、U3 一直到某一天这样子。好，那底下的符号呢，先介绍一下，如果是写 A 冒号 B 的话，代表的是指从 A 这一天到 B 这一天，这是一个连续的一个 sequence 啊。那所以说呢，如果写大 XA 到 B， 指的是说呢 ，a set of variable from XA to XB， 意思就是 A 加1、A 加2、A 加3、A 加4这么多天，一直到 B 这一天，这样。好 ，OK， 我再提醒一下哦，今天我们接下来我要开始讲的这一段是，如果你有听懂的话，是值回票价的哦。好，但是不容易听懂啦。如果你有听懂的话，是值回票价的。在我念书的时候呢，我去修台大电机系李林山教授的课。大家知道李林山教授，中研院院士啊，然后他是台湾语音辨识的大师。OK， 好，当时我去修他的课，他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内容其实就是 Hidden Markov Model。他 Hidden Markov Model 在他那个课里面几乎讲的1/3到1/2个学期，今天我就是一天要把它讲完，这样子啊。所以你如果有听懂，你是值回票价；我是压缩再压缩，精炼再精炼啊。好了，那所以以上就是符号的介绍了。那接下来，首先我们要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做 transition model。Transition model specify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ver the latest state variable given the previous state variable， 给定之前过去的 state， 好，从0到 t-1 这么多天的这些 state， 那我第 t 这一天的 state 的几率是多少？好，这些 x， 目前你如果对应到现在的这个雨伞的这个问题的话，这些 x 其实就是有没有下雨就对了啦。这一句话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从第0天，我给定你第0天到第 t-1 天的下雨跟不下雨的状况，你第 t 天是下雨或不下雨的几率是多少？就是这个。
啊，就这个叫做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啊，也就是说我告诉你前几天下雨不下雨的状况，我要预估你第 T 天的下雨不下雨，这样好，那概念上是这样子啊，也就是说呢，我第 T 天的天气形态 depends on 第0天到第 T 减1天嘛，好，概念上是如此没错，但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啦，随着 小 t 增加，我这个序列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嘛，那我这个就很难估算了，我这几率很难算，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又端出 Markov assumption。好，他说啊 ，the current state， 我们可以假设 the current state depends on only a finite fixed numbers of previous states。我们可以假设说，我们今天的天气只跟昨天有关就好了，所以我可以把上面的这个几率简化成 probability xt given xt 减1，对不对？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简化，所以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case， 它是一个 first order Markov process depends only on the previous state, not on any earlier states。如果是做 first order Markov assumption 的话，这个几率就可以简化成这个几率 probability st given st 减1，这样。好，翻译成白话，我再讲一次，给定从上周一到昨天的天气形态，我要去预估今天的天气形态，就是左边这个几率。好，但是呢，今天的天气形态其实啊，跟今天的天气形态最有关系的是什么？是昨天的天气形态嘛，对不对？上周一已经离我太远了嘛，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微乎其微嘛。那我为了要简化几率的计算，那我不如这样好了，我就去把这个几率呢简化成给定昨天的几率形态，我要去预估今天的几率形态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简化，就是因为 first order 的 Markov assumption 这样子。好，那你如果高兴的话，你说只根据昨天的不够准，可以啊，那你可以给定昨天跟前天的嘛，那这个就是 second order Markov assumption 也可以啊。你认为你这个简化成等号右边这个太粗鲁、太武断的话，那你也可以把它简化成像这个probability xt given xt 减2跟 xt 减1嘛，也就是说给定昨天跟前天的天气形态，你来预估今天的天气形态，这样子已经应该蛮够准的了吧，蛮准的了吧。好，那这个叫做 transition probability。transition model 意思是说，随着一天一天的变动，我前一天是雨天，那也许今天是雨天的几率是相对会比较高一点。我前一天如果不是雨天，我今天是雨天的几率就相对的低一点。所以这中间的天气转换的几率这是这个 transition model。那底下这张图呢，就是在表达，像上面这张图就是一个 first order Markov assumption。就是我每一天的天气形态只 depends on 前一天，那我也可以说我这一天 T 天的天气形态 depends on 前一天跟前2天，也可以。那这2张图其实都是贝氏网络，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贝氏网络？我们在上一章讲的贝氏网络，它基本上就是什么？定义就是我有一堆 random variable， 然后呢，它是这些 random variable 之间是形成有向图 directed graph。好，那谁是谁的 parent？ parent 有一个箭头会指向它的 child。好，那像现在这个 xt 它的 parent 就是谁 ？xt 减1跟 xt 减2是它的 parent。好，所以这完全就是贝氏网络这样。好了，那即使你有了 Markov assumption， 那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有无限多个时间点 t 嘛，你有好多个时间点，对不对？你有像今天礼拜4，你有礼拜4这个时间点，你有礼拜3这个时间点，你有礼拜2这个时间点，那你今天从礼拜3变成礼拜4，
的这个 transition model 跟你从礼拜二变成礼拜三这个 transition model 有没有可能不一样呢？理论上好像有可能，因为比如说因为最近几年因为这个气候变迁的原因，所以说呢，在10年前，台南地区连续2天会出现下雨的几率，也许跟10年后台南地区连续2天会下雨的几率可能会不一样，对吧？可能吧。好，但是我们姑且假设10年前的连续2天下雨的几率变动的几率跟10年后的是一样的，好，这样子我们才算得下去嘛，要不然太复杂我们做不下去啦。好，所以我们假设除了 Markov assumption 之外，我们还假设这整个模型是 stationary 的，也就是说我不管你这个 t 是从3到变到4，还是 t 从300万到300万零一，这中间的 transition probability 都是一样的。好 ，OK， 所以说呢，在这个雨伞的这个世界里面啊 ，th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of rain probability RT given RT 减1 is the same for OT， 也就是说10年前的台南地区前一天是雨天，下一天也是雨天的几率，跟10年后的台南地区前一天是雨天，下一天也是雨天的几率是一样的。我们假设它是一样的，这样没有气候变迁。我们先假设我们是 Trump 没有气候变迁它是 stationary 的。那这样我们在数学上比较好讨论，这样好，那这是 transition model。再来 sensor model。好。Sensor model 是什么呢？ The evidence variable ET could depend on previous variable as well as the current state variable。 好，也就是说，这里的 evidence variable 是什么？在我们的雨伞的这个问题里面，我们的 evidence variable 就是我现在看到我的主管今天第7天有带伞或没带伞，就是我的 ET， 有带伞或没带伞。好啦，那你可以想象啊，你的主管有带伞或没带伞 depends on 什么？可能 depends on 从过去到今天为止我的天气形态，以及从过去到今天到前一天为止他有没有带伞的状况。所以你如果考虑到很完整的话，今天他有没有带伞，给定从第0天到今天为止，外面的天气形态，以及他这个主管的个人习惯，给定从一开始到昨天为止，他的带伞的习惯，给定这些东西的情况之下，他今天会带伞跟不带伞的几率是多少？好，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我们也一样要做一些简化。我们假设他今天有没有带伞，只跟今天外面的天气有关跟昨天、前天、大前天的天气形态都无关，也跟他昨天有没有带伞、前天有没有带伞、大前天有没有带伞无关。所以我们就大幅的简化这个几率。probability ET given 这一坨，我们把它简化成 probability ET given XT 这个等号右边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 ，XT 指的是给定现在外面的天气是下雨或不下雨的情况之下，我的主管是带伞或不带伞的几率。这个叫做 sensor model。这样有没有听懂？也就是说，外面的天气影响到我主管带伞不带伞的这个几率，这个叫 sensor model。那今天外面是下雨或不下雨，是 depends on 我昨天有没有下雨或不下雨嘛？那个叫做 transition model， 就是外面我未知的这个 hidden variable xt 减1 xt 加1，这个是 transition probability transition model。而给定今天外面是下雨或不下雨的情况之下，今天主管是带伞不带伞，因为带伞不带伞是
我可以观测到的，但是外面有下雨或没下雨，我无法观测到。OK， 好，所以给定目前的某一个 hidden 的 state， 那么它导致于我观测到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件事情是 sensor model， 或者又叫做 observation model。OK， 好，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雨伞的世界画成这样子的一个贝氏网络，就是说，第 T 天有没有下雨 ，depends on 第 T 减1天有没有下雨啊？因为我们这里是做一个 first order 的 Markov assumption， 第 T 天会不会下雨，只有 depends on T 减1天有没有下雨。好，那我们假设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几率了，也就是说，如果第 T 减1天有下雨，第 T 天会下雨的几率是 0.7， 如果昨天没下雨，今天会下雨的几率是 0.3 啊。好，所以这个从 ren t 减1到 ren t 这个几率是这样，从 ren t 到 ren t 加1这个箭头上面的这个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也是这样。好，这个是 transition model。好，再来，对于某一天来讲，第 T 天来讲，它可能下雨，也可能不下雨。它会影响到你的主管是会带伞或不带伞。好，那我们假设，如果今天第 T 天是下雨的，主管带伞的几率是 0.9， 不带伞的几率是多少？ 0.1 嘛，对不对？1减 0.9。那如果今天没有下雨，主管带伞的几率是 0.2， 那不带伞的几率呢？ 0.8。这一个往下的这个箭头，这个就叫做 sensor model。sensor model 给定一个 state， 那么我可以观测到的不同的 observation 的几率是多少 ？OK， 好，这样可以吗？听到这里有没有开始头昏眼花了？这只是定义而已哦，还没有开始哦。好，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现在讲一下第一组通关密语。好，我刚刚看到一些数字，就0902好了，好，随便乱讲啊，0902，你要帮我记一下啊。好，我随机的随便乱讲的。好了，那再来，我们定义完了transition model 跟 sensor model 啦。好，再来 ，we need to say how everything gets started。那这整个世界，因为它是一个有随着时间变动的一个会变动的一个世界嘛，我们总是要定义一个怎么开头嘛。好，从哪里开头？在 time 等于0的时候怎么开头？好，那我们就定义有一个 prior probability p(x0) 啊。那 with that we have specified of the complete joint distribution over all variable。好，所以呢，我们定义好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理论上我们就可以去算这个几率。这是一个什么几率？这就是说从一开始到今天为止，我的下雨不下雨的几率，以及从一开始到今天为止，我带伞不带伞的状况，整体而言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走，从比如说从上周一一直到今天为止的整体的天气形态是比如说下雨下雨不下雨不下雨不下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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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这样。好，然后呢，主管带伞的情况是带不带不带带，类似像这样。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一个变动的几率是多少呢？就写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个 joint probability。好，那有了这个之后，根据刚刚这是一个贝氏网络嘛，我们现在有经验了，我们要去求这个 joint probability， 我们就可以进行拆解啊，等于什么呢 ？probability S0， 这是盘古开天辟地，一开始从0这个时间点出发，它会出现的几率，再乘上什么？乘上 probability xi given xi 减1，就是我的天气会从下雨变到下雨，再变成不下雨，再变成不下雨，再变成下雨，
基本上就是一天一天这样变嘛，所以给定前一天是下雨，后一天也是下雨，给定前一天下雨，后一天变成不下雨，你把所有的状况全部都乘在一起嘛，所以这里指的是 transition model。然后呢，针对第 i 天来讲，假设我第 i 天 xi 指的是下雨，那么我主管是带伞跟不带伞的几率是这个，所以这个是什么 sensor model？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数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probability xi given xi 减1，再乘上 probability ei given xi， 你这两个乘在一起，不就是 join probability xi 跟 ei 吗？好，这个就是 join probability 的意思嘛。那你一路 i 等于1到 t， 你一路这样子乘下去，好，所以本来这个 join probability 呢，就可以拆解，在数学上就可以拆解成这样你考虑到它是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就是给定 ren t 给定 ren t umbrella t 跟 umbrella t 减1是 conditional independent 这个概念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那所以说呢，刚刚前面讲这一个 probability S0 它叫做 initial state 的 model 或者叫做 initial probability 然后呢，这个呢是 transition model， 最右边的这个呢是 sensor model， 这样好，那所以说呢，这个雨伞的世界就是一个 first order Markov process The probability of rain is assumed to depend only on whether it rains the previous day。它只跟我前一天有没有下雨有关，我今天有没有下雨只跟我前一天有没有下雨有关。好 ，Whether such an assumption is reasonable depends on the domain。那你说你这么强烈的假设只跟前一天有关，这样合理吗？合不合理，那就看你的环境、看你的问题而定，看你的需求而定，可能合理，可能不合理。好。那你也可以说，我想要做得更精准一点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就有说过嘛，那你可以是做 second order 的 Markov assumption 你认为今天的天气形态跟昨天以及前天都有关系，也可以那你可能在画这个贝氏网络的时候呢，你就是 t+1这一天，你不只是ren t。会指到它，你 ren t 减1也有一个箭头指到它，这样也可以只是你只要每多一个箭头，你都要去界定上面的这个几率是怎么样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你也可以说，这个台南地区你在冬天跟夏天的时候，你连续2天下雨的状况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是不是要考虑季节，对不对？你也许你可以考虑季节。你搞不好你还可以考虑当时的气温最近的湿度、最近的大气压力什么，对你都可以考虑进来。只是你每多考虑一个，你就要去考虑到说它应该是连到谁 ，depends on 谁。好，然后你只要多一个箭头，你就要多 specify 一些几率这样子。好，所以这完全看你的问题而定。好，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模型的整个的定义跟状态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在这样子的定义之下，我们通常要解决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做 filtering， 这一类的问题呢，就是在估算，假设我已经告诉你一堆 evidence， 我要你去估算 state 的状况。好，直接看数学最清楚。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想要去计算 probability xt given 小1到 t。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告诉你，我现在身为一个警卫，我看到从上周一到今天为止，我看到我的主管带伞的情况是
带闪带闪不带闪不带闪带闪，假设这样，假设连续5天好了，不要讲上次，随便讲。好，连续5天，我看到我的主管带闪的状况是带带不带不带带，然后我现在的任务是要去估算今天外面是下雨的几率跟不下雨的几率是多少。这个工作叫做 filtering。我告诉你过去一段时间的 evidence， 我要你去估算现在某一个时间的 state。那当然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 state 就是下雨跟不下雨，这样可以吗？这叫 filtering。好，下一个常常要解决的问题是 prediction。prediction 跟 filtering 很像，你看数学，直接看数学。probability xt 加 k given 1到 t， 也就是说呢，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我观察到我的主管过去5天带闪的情况是带带不带不带带，那我要去预估后天，假设 k 等于2，好 ，xt 加2，后天是下雨或不下雨的几率。你听起来有点悬，对不对？我跟你讲 ，Hidden Markov Model 一开始听都觉得超级悬的，但它很厉害。好，就是 prediction 的问题是说，我根据过去这5天我的主管带闪不带闪的状况，我不仅可以预估今天外面是下雨或不下雨，我还去预估我2天后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这件事情叫做 prediction。这件事情叫做 prediction。这是常常需要解决的第2个问题。第3个问题叫做 smoothing。好，一样，直接看这里。这里呢是 probability sk given 1到 t， 其中 k 呢是在0到 t 之间。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假设今天礼拜四啊，今天礼拜4嘛，从礼拜1到今天为止，我的主管带闪的状况是带闪带闪不带闪带闪，假设这样，带带不带带这样。然后呢，现在我要预估的是，请问礼拜2，今天礼拜4嘛，请问礼拜2那一天是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这件事情叫做 smoothing， 可以吗？你可以稍微想象一下。这件事情跟刚刚的 filtering 很像嘛，也跟 prediction 也有点像嘛。你看哦 ，smoothing 跟 filtering 差在哪里？只差在说你要预估的到底是今天下雨不下雨，还是2天前下雨不下雨嘛，对不对？那你可以猜猜看，哪一个可能预估的会比较准？其实是 smoothing 可能会比较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我已经观测了4天主管带不带伞的状况，我等于说，我除了礼拜2之外，然后我去回推当时礼拜2的时候，外面的天气是下雨不下雨的状况，但是我其实有一点像是我偷看到，不是偷看，我光明正大的看到。我的主管第3天有没有带伞，跟第4天有没有带伞，我多看到了一些资讯了。然后我去回推当初礼拜2的时候有没有下雨，我相当于我多看了一些资讯。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想，相对做的比较差的可能会是 prediction， 就是我只看从礼拜1、礼拜2、礼拜3、礼拜4。我看了这4天带不带伞的状况，我要去预估礼拜6的天气耶。那这个相对来讲就比较难。好，这是 smoothing。好，再来下一个问题 ，most likely explanation， 最有可能的状态变化，简单讲就这个意思。好，我们想要去计算的是这个 argmax。从 x1 到 t， 然后呢
probability x1 到 t given 1到 t， 就是说给定你从第一天到第 t 天的 evidence， 那么你从第一天到第 t 天的这些天气形态最有可能是怎么样？这件事情叫做 most likely explanation。好，翻译成白话，假设过去4天，你唯一能够看到的就只有你的主管没有带伞，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下雨，你都不知道。好，过去这4天，你看到你主管带伞的状况是带不带。那么过去这4天，包含今天，外面的天气最有可能的 sequence 是什么？有可能是连续4天都没下雨，那我的主管他带伞不带伞，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嘛？这是他的个人习惯啊，带着伞心中比较安定嘛。那也有可能是过去这4天都下雨，但是他一样，他带伞的情况是带不带。那你说，有下雨，他干嘛第3天不带？我哪知道啊？我只知道说他有没有带嘛。他说不定第3天他忘记了嘛，对不对？所以即使他一样，他带伞的 pattern 一样是带不带，我外面的依旧有可能是连续4天都下雨啊，我也可能是下雨不下雨啊，就这么衰。他不带伞的那一天就下雨啊，他带伞的那天都不下雨，也有可能吗？好。那所以究竟我们真正有兴趣的事情是说，我们其实不知道到底外面的天气到底是有没有下雨啊，我们只能够去推算。假设今天我看到的我主管，如果他是一个正常人的话，照理讲下雨他就应该要带伞，对不对？有很高的几率是一个正常人，下雨他就应该要有很高的几率他会带伞嘛。所以说假设从直觉上来看，你看你的主管是带不带，让你猜外面的天气应该是什么？下雨不下雨嘛，对不对？下雨他就带伞，不下雨他就不带伞。所以如果你观测到他带伞不带伞，你就猜外面的天气是下雨不下雨跟下雨，这是你的直觉。事实上，我们等一下数学推半天会告诉你说，对，你的直觉是对的，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在那边看那么多数学干嘛？这是我的直觉就是这样啊。对，这是简单的 case， 你的直觉的确是这样，没有错。好，所以呢，这里就讲说嘛 ，For example, if the umbrella appears on each of the first 3 days and is absent on fourth， The most likely explanation is that it rained on the first 3 days and did not rain on the fourth。假设前3天都有带，第4天没带，那最有可能的天气形态就是前3天下雨，第4天没下雨嘛。好，直觉上是这样。Algorithms for this task are useful in many applications。实际上，去算出最有可能的 state 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哦。比如说在语音辨识里面就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大段 Hidden Markov Model 这一大段，最主要被用的地方就是语音辨识。好，被语音辨识。比如说在语音辨识里面，它最重要就是要去找到说你刚刚讲的一句话，你最有可能的讲出来的话的序列是什么。那以语音辨识来讲，它是 given a series of sounds， 它最有可能讲出来的话是什么？所以说在语音辨识里面，它的 evidence 一到 t 是什么？就是收到的语音。比如说我讲一句 This is a book， 讲到这句话，这句话当你把它转成是声音的 feature 的时候，这些声音的 feature 就是你的一到 t， 就是你的 evidence。然后你要去推估我刚刚讲的这个序列，我是对应到哪些字，它最有可能出现哪些字。比如说 This is a book，
好 ，this is a book， 那我就是说不定我有一个 state 就是对应到 this， 有一个 state x 就对应到 is， 应该说我讲出来的字就是 x，OK， 那它真正的值就是 this， 或者是 is， 或者是 a， 或者是 book 这样子。好，这是 most likely explanation。好，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刚刚前面的这几个问题都是假设说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箭头上面的每一个几率的 OK， 那你如果有这些几率之后，你就可以去推算出我现在看到主管带伞的状况，那我去推他的这个天气形态啊什么等等的。但最核心最困难的问题就是这个 learning， 那我怎么知道这些几率是什么？我事实上我唯一能够观测到的就是主管带不带伞而已。我其实也不知道说，主管也没告诉我说，如果外面下雨，他会带伞的几率有多少？他不会告诉你的，他甚至说不出来。好，所以这个 sensor model 的几率是你自己要去推算出来的。然后呢，外面这个地区前一天下雨，后天下雨的几率是怎么变动，你也都不知道。所以 transition model 里面的几率也是你要去推算出来的。好，所以这个大家有懂吗？这个整个问题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什么都不知道，你只知道什么？你只知道主管有没有带伞，其他你的 sensor model 里面的几率长什么样，你的transition model 几率长什么样，你一概不知道。你顶多只能够说 ，OK， 我长期观察我的主管的行为，带伞不带伞，带伞不带伞，带伞不带伞，这些你可能有很多的 training data， 你有很多的这些 evidence 的 data， 但是那些几率你要自己估算。那估算这个部分就是 learning 好。那在 Hidden Markov Model 里面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learning 的技巧呢，就叫做 EM algorithm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algorithm 好。那不过呢，我们在这一章我们应该不会讲到 learning 的这个 EM algorithm 的部分。好，来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只是在铺陈而已，我们还没开始讲哦。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Slido 上面有没有问题。好了，好，就是大家其实都在问作业跟考试啊。好，大家对课程都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期末考会考是像 Homework 2的内容吗？需要背这个演算法？这演算法有什么好背的呢？你懂就懂了，这有什么好背呢？我们不会叫大家写什么 pseudocode， 好不好？OK， 你不用背这个演算法，但是你要懂这个演算法，这样可以吗？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好，考试范围就是投影片当中的所有内容吗？对，就是投影片的所有的内容啊。但是我们的考试就是考你的概念，所以就是问答题。好，所以你不用去背这些演算法，但是你要懂这些演算法 ，OK？ 好 ，transition model 就是根据以往的现象来去推测未来有的现象 ，sensor model 是根据现在的状态去推测另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吗？不正确啊，不对。transition model 指的就是描述过去的天气形态，应该就是在描述连续的2个时间，你从下雨不下雨到下一个时间是下雨不下雨的几率，就是给定昨天是下雨，今天是下雨的几率是多少，以及给定昨天是下雨，今天不下雨的几率是多少，以及给定昨天不下雨，今天是下雨，给定昨天不下雨，今天也不下雨。这样有懂吗？就是2天之间你的天气形态，如果只有下雨跟不下雨2种选择，你是不是就会有4种几率，对不对？下不下，不下下不下不下。
这个几率就是 transition model， 它在描述连续2个时间点的状态变化变动的几率，这叫 transition model。sensor model 是因为这种 state 就是这种天气形态是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的。好 ，sensor model 的意思是说，我给定一个 state， 那么这个 state 影响到我的 observation 的几率是多少？所以我现在的 state 就是外面是下雨或不下雨，这是我无法观测到的。但是我可以观测到的是我的主管会带伞或不带伞，所以一样啊。这里又会有好几种变化嘛，因为可能今天外面下雨，如果外面下雨，我的主管有可能带伞，也有可能不带伞。那我外面有可能不下雨，外面不下雨，我的主管也可能带伞或不带伞，所以是不是又是4种几率 ？OK， 好，所以 transition model 跟 sensor model 都是就是在描述我刚刚讲的这2大类的现象，描述啊，都是在描述他们的这个现象。所以尤其你这里讲说 sensor model 是根据现在的状态去推测一个完全不相关的动作的几率，不是哦，不是完全不相关哦，因为你的主管会不会带伞，其实是跟外面有没有下雨相关。所以它才会有一个箭头嘛，有没有？今天外面有没有下雨，才会有一个箭头指向我 umbrella 的这个 random variable 嘛？它是有相关，它是它 parent 啊 ，umbrella 的 parent 是 rain 啊，好，所以不是完全不相关哦，好 ，OK， 好，现场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大段如果大家继续保持清醒。不太容易懂，就算你清醒，也不太容易懂。你如果不清醒，就一定不会懂。但是你如果懂了，你就真的，值回票价。我这么说了，好，我以前我在修课的时候，我也是弄了很久才懂，啊 ，OK， 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再休息10分钟再回来，好。
嘿，嘿，我想要再确认一下想问 sensor model 的意思，因为我刚刚的理解是 transition 的话，就是在刚刚讲是用下雨不下雨这个没有办法观测的对 evidence 的转换嘛，然后那这个 sensor 的话，它有用到这两个，然后要推到就有点不太懂这个 sensor 它用意是在做什么。sensor 意思就是一个给定一个 hidden state， 那我对于我观测到的值的影响是什么？也就是说，给定今天外面是下雨或不下雨，那么它今天带伞或不带伞的几率啊，对啊。那等号左边这个只是在讲说，它是从非常完整而全面的观点来讲，你可以想象说，比如说今天它之所以会带伞或不带伞，可能跟我过去连续好多天的天气形态，以及过去连续好多天它带伞不带伞的行为，整体而言有关，导致于我今天带伞或不带伞。可是呢，等号左边这个几率太难算了，太复杂了，所以我只好把它简化成什么？简化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今天带伞或不带伞，只跟今天的天气有关。就这个意思。所以它其实主要就是以全部的资讯，然后去推断说今天这个事件的几率是什么。对，理论上本来想要这么做，但是这么做太难了，对，所以我只好简化成这么做。好，所以它主要就是要它目标还是这个议题。对，然后再就是用这有点像是代表全部的现有全部资讯。对，其实说现有全部资讯其实也不正确。对，其实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啦。对，现有的全部资讯，但讲说现有全部资讯，其实这个 XT 根本你就观测不到啊，所以你其实你也不知道 XT 长什么样子啊。对。所以因为只观测到这个。对。然后这也。对，其实是观测不到的。但是它又是 depends on 这个。对，所以这是悬的地方啊。我就算观测不到今天外面有没有下雨，我还是可以预估出这个几率。那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内容的。对。好。嘿。好，我们回来继续开始上课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从依序的来讲这几个问题。好，那先从 filtering 开始讲起。好，那 filtering 啊 ，prediction 啊 ，smoothing 啊，这几个其实都是说我假设我已经知道的这个 transition model 跟这个 sensor model。那 transition model 跟 sensor model 就是这些几率，假设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几率假设我们已经知道了，那我们要如何有效率的来推断一些我们有兴趣的几率？这个是在 filtering 跟 prediction 的时候，还有 smoothing 的时候是这样。好，那至于这些几率要怎么样来推估、推算，其实我们不会讲到，因为它这个复杂太多了。真正最难的其实是这个。好，那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讲起。好 ，filtering 好 ，filtering 的意思是说，给定1到 t+1的 evidence 给定从第1天到第 t+1天，我观察到的值，就是带伞不带伞的值，我要去推算它在第 t+1天的 state， 目前的 state 就是下雨或不下雨。OK， 好，我去推算它在第 t+1天是下雨不下雨的几率，这样。
好，那这个几率呢？如果你真的硬要算的话，你就要把过去这1到 t 加1天的所有的状况全部都乘起来。好，然后呢，这整个就会导致整个计算变得非常的复杂。所以呢 ，filtering 这里啊，我们尝试着想要把它拆解成一个 recursive 的 problem， 一个递回的一个形式。也就是说，我们尝试着把这个几率的估算呢，把它变成是一个 function of 我前一个时间点的几率跟我新观察到的一个 evidence 的一个函数。好，也就是说，我现在想要估算的东西是我告诉你第1到 t 加1天你观测到的值的情况之下，那么你第 t 加1天的天气形态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我现在在预估第 t 加1天的天气形态嘛？可其实，在昨天从第1到第 t 天，我预估出我也曾经预估出 probability xt given 1到 t， 也就是这是一个时间，我先从一开始第1天开始估算，再估算第2天，再估算第3天，再估算第4天。简单来讲，就是说，当我要去估算第4天，我看了4天的 evidence， 我要去估算第4天的天气形态的几率的时候呢，我能不能利用到我刚刚第3天已经算过的那个几率，再多加上我现在多知道的资讯是我第4天我观察到的情况，来去变成我第4天估算的几率。这样我是不是不用每一次，比如说我在估算第4天的这个几率的时候呢，我就又要从头到尾，从第1天开始把这些几率都乘起来。因为我刚刚第3天呢我已经算完了嘛，那我在第3天跟第4天差在哪里？差在我第4天我多观察了1天的 evidence 嘛，我把这个新的资讯加进来，我就可以去估算第4天的几率啦。好，这是我的目标是这样，所以我要想办法把这个几率呢改写成是一个 recursive 的一个形式。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好，那怎么做？那我们就真的来做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都看数学。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要估算这个几率。好，那我就把我的 evidence 呢，我可以进行一个拆解嘛。本来是 given 1到 t 加1的嘛，我把它拆解成2部分。probability xt 加1 given 什么1到 t 以及1t 加1。好，给定前面1到 t 天以及第 t 加1天的情况之下，我的第 t 加1天的 state 下雨不下雨的几率，这样故意写成这样子，目的是为了要进行拆解。这个几率呢，我可以用贝氏定理把它改写成这个样子。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花那么多时间讲贝氏定理。这个东西可以改写成给定，我应该怎么看？给定 OK， 对，给定1到第1天到第 t 天的 evidence， 那么 xt 加1的几率，再乘上给定 xt 加1以及第1到 t 天的 evidence， 第 t 加1天的 evidence， 就拍了没？好，这个东西你可以用贝氏网络改写一下。你可以贝氏网络改写，所以从这个地方变成到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贝氏网络，只不过它把分母的地方省略掉，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正比于这个分子的部分嘛。好，那这比于它，那它故意就是让它写一个等号，然后呢乘上一个 scalar alpha， 这一招我们之前用过很多次了嘛。所以从这里变到这里是贝氏网络，贝氏原理Bayes rule 贝氏原理怎么跑掉？好，然后呢，接下来要做一些简化。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的意思是说，给定第一天到我现在能不能给定第一天到第T天带闪不带闪的情况之下，以及今天第T加1天的外面下雨不下雨的情况之下，你今天是带闪或不带闪的几率。好，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又把它简化成根据 Sensor Model 的 Markov Assumption， 我今天带不带伞，只跟我今天外面的天气形态有关，跟我前几天有没有带伞无关啊。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假设，所以呢，我就又可以把第一个几率呢简化成是这个几率，这样可以吗？好，我尽可能讲白话。好，那如果变成这个样子，你仔细看一下，第一个几率其实是什么？其实是 Sensor Model， 对不对？第一个几率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给定第T加1天是下雨或不下雨的情况之下，我的主管是带伞或不带伞的几率，这个不就是 Sensor Model 吗？好，那接下来问题就出现在第二个几率了。好，所以刚刚这里讲说 Alpha 这只是做一个 normalization， 好，然后这一个几率其实只是一个 Sensor Model。好，现在比较麻烦的是这个几率，这个几率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给定第1到 T 天，给定礼拜1到礼拜4带伞不带伞的情况，我要去预估礼拜5的天气形态，就是这个意思嘛。好，它其实是一个 one step prediction， 它其实是 prediction 的问题。我们刚刚也提过，在这几个重要的问题里面，有一个问题是 prediction， 给定你星期一到星期4有没有带伞的情况之下，你要去预估星期5是下雨不下雨。好，那我们要解决这个几率。好，那所以接下来这个数学式子其实就是刚刚这里，眼睛不要花哦，等号左边的这个几率，这里就等于是这里，好，这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刚刚已经推到这里了嘛，对不对？第一个几率这里照写，因为这个是我们所熟悉的，这是 Sensor Model 的部分。第二个几率呢，这个是做 One Step Prediction。好，你看一下 One Step Prediction， 它现在改写成这样：给定1到 T 天的礼拜1到礼拜4的带伞不带伞，我第礼拜4是下雨不下雨的几率，乘上给定礼拜1到礼拜4带伞不带伞，以及礼拜4下雨不下雨的几率的情况之下，礼拜5是下雨不下雨的几率。它又拆成2段，所以我把这个 one step prediction 的几率又改写成这个样子，它是 sum over 所有的 xt， 因为给定礼拜1到礼拜4的带伞的情况，我礼拜4可能下雨，我礼拜4也可能不下雨。好，所以这里是给定1到4带伞不带伞啊，比如说带不带，那么我礼拜4可能是下雨，那给定带不带以及礼拜4是下雨的情况之下，礼拜5是下雨或不下雨的几率。好，我礼拜4如果下雨，礼拜5可能下雨，礼拜5也可能不下雨。好，这个是当礼拜4下雨的情况。那我也有可能是这样啊，主管是带不带，然后呢，我礼拜4没下雨，有可能吧？好，那在给定礼拜4没下雨，以及前4天是带不带的情况之下，我的礼拜5也可能是下雨，也可能不下雨。好，那我把礼拜4的整个下雨不下雨的状况上起来，这个就是在做 one step prediction。好，这个东西接下来再简化一下，简化哪一个？简化中间的这个几率。你看这是什么？你仔细看，
这个就是给定前4天带不带，以及礼拜4是下雨或不下雨的情况之下，礼拜5下雨不下雨。这里又可以做一个简化啦。我们之前说过，礼拜5下不下雨只跟礼拜4下不下雨有关，它关你礼拜4带不带伞有没有关系？没关系。所以这个几率又简化成这个几率，可以吧？好，仔细一看，看起来有点恶心，但是你仔细一看，我们刚刚前面说过，第一个几率是 sensor model， 你现在仔细看，你这个第二个几率是什么？是 transition model， 有没有？第三个几率是什么？第三个几率长得跟我等号左边我想要估算的这个几率一样，只是多了1天，所以这个式子就是我们要的式子。再讲一次，我们刚刚前面讲，我们现在要估算这个几率，我们想要把它这个几率的估算改写成一种形式，是 recursive 的形式。最好呢，我要估算从星期1到星期5的带不带。假设这样，我要去估算星期5的几率。这件事情啊，最好把它 reduce 变成是，我考虑到星期1到4的状况，以及星期4的状况，然后呢，再加上一个礼拜5带伞不带伞的状况就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完成了这件事啦。你看哦，我要估算星期1到5的这个几率，它等于什么呢？等于1到4的几率，再乘上对应的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做一些运算，然后呢，再乘上对应的 sensor model sensor probability。所以呢，这个 formulation 这个估算就可以写成是一个 function f。好，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recursive 的形式。好，所以呢 ，we can think of the filter estimate as a message。我们用这个粗体字的 F1 到 T 来表达你从第一天到星期4，然后呢，这整个星期4的这个整个的讯息，我们称呼它叫做一个 forward message。好，你给定前4天的这个资讯，以及我第5天是有带伞或没带伞，我只要把它丢到一个所谓的 forward function 的时候呢，我就得到了我1到星期5的整个天气形态。就是 probability xt 加1 given 1到 t 加1，就是这个 forward message 1到 t 加1这样。所以这整个就是一个 recursive 的形式。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当我在进行估算的时候，我从第1天算完之后，接下来我要算第2天嘛。那当我要算第2天的时候，我只要把第2天我新观察到的资讯再丢到这个方程里面去，我就得到第2天我的估算结果啦。接下来换第3天，我要估算第3天外面的天气形态，我只需要根据我刚刚前2天已经估算好的那一个，再根据我现在第3天主管进来有没有带伞，我再把这个讯息再丢进去，我再 update 一下，就变成第3天我估算的外面有没有下雨的天气的这个几率啦。我一次只需要看一个新的 evidence， 我就可以去 update 那个几率。我不用说每次都要从头到尾都再算一次。这个就是 filtering 这一套方法的最主要的精神。好，底下跑一个实际的例子给大家看。比如说我们想要去预估这个 probability R2 given U1 到2。这个意思是说呢，给定前2天，第1天跟第2天带伞，都带伞，应该是都带伞吧？都带伞的情况之下，那么我第2天是下雨或不下雨的几率，这样。好，那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开头嘛，先给第0天。第0天它是盘古开天辟地的第0天，一开始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呢各占 0.5。这个是一个初始值设定好的。接下来走到第1天了。第1天呢，我观察到说
有带伞啊 ，U1 等于 true 有带伞。好，那我们要先做一个one step prediction， 我们要先根据我们去估算一下第一天是下雨的几率。好，那因为第0天下雨的几率 0.5， 不下雨的几率 0.5。好，那下雨的情况之下呢，如果有下雨，你 given R0， 然后呢，你去估算 R1， 这个是 transition probability。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对照一下这个表，前一天如果有下雨，后一天也是下雨的几率是 0.7。好，所以这里是讲说下雨的几率，第0天下雨，然后呢，第一天也是下雨的几率 0.7， 第一天不下雨的几率 0.3， 再加上假设第0天不下雨，在不下雨的情况之下，你第一天下雨的几率 0.3， 不下雨的几率 0.7， 所以整个加一加还是 0.5， 也就是说，天生第一天 R1 第一天是它的 prior probability 是 0.5， 下雨跟不下雨个别是 0.5。好，这个是根据 transition probability 这样推算过来的哦。接下来重点在于，我观察到主管有带伞所以呢 probability R1 given U1。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的 filtering 要做的事情嘛。那根据刚刚前面所说的，它是正比用贝氏定理，它正比于什么呢？ probability R1 乘上 probability U1 given R1。probability R1 就是这里嘛 0.5 算完的。probability U1 given R1 呢，这怎么来？这个是 sensor model。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大写的 R1 有可能是下雨带伞跟不下雨带伞。当 R1 等于 true 的时候，就是下雨，在给定下雨的情况之下，它带伞的几率是多少？这里有写啊。如果下雨的话，带伞的几率 0.9 嘛，所以第一个数值是 0.9。那如果 R1 等于 false， 就是不下雨，在不下雨的情况之下，它会带伞的几率呢 0.2， 所以这里写 0.2， 所以 0.9 0.2 啊，再乘上 0.5 然后呢 normalize 一下，得到 0.818 0.182。 OK， 好，所以呢大家比对一下这两个几率。上面这个几率是什么？上面这个几率是说天生，当我知道第0天，我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第0天是下雨或不下雨，我不知道。好，天生这个地区在第一天，你如果没有任何其他资讯的话，它会下雨的几率多少？ 0.5， 不下雨的几率多少？ 0.5。 可是我如果多了一个讯息，就是主管今天有带伞有带伞，我多了这个讯息，所以给定今天主管带伞的资讯情况之下，那么我第一天是下雨的几率就是 0.818， 不下雨的几率是 0.182 哦。这样有懂吗？有没有感受到？有没有感受到？因为你多看到了，你虽然没有直接观察到外面的天空有没有下雨，你只是间接的看到你的主管有带伞，这就会造就出你可以推测外面今天 R1 这一天是下雨的几率是 0.818。 OK， 好，这还没结束啊，接下来第二天主管也有带伞，好，所以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估算这个 probability R2 given U1 U2， 也就是说给定第一天第二天都有带伞的情况之下，第二天是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嘛。好，那这个东西我们说用贝氏定理展开来就长这样，我们会需要这个也需要这个。好，那但是这个呢我们要先算一下，这个就是 one step prediction 嘛。好，那这个怎么算？ probability R2 given U1，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说，给定第一天它带伞的情况之下，第二天是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嘛。好，那这个我们刚刚试过啦，我们就把给定第一天是带伞，然后它下雨的情况之下，
再乘上给定第一天下雨，第二天是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好，那就来看吧。第一天是带伞，第一天下雨的几率 0.818， 第一天带伞，第一天不下雨的几率 0.182， 为什么？刚刚算的啊，在这里啊，对不对？好，所以呢，两种 case， 一个是第一天下雨的，第一天不下雨的。好，那再来换这个，这个是什么？给定第一天下雨的情况之下，第二天下雨的几率 0.7 啊，这个是什么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嘛，这里有写啊，给定第一天下雨，第二天下雨就 0.7 嘛，所以 0.7。给定第一天下雨，第二天不下雨的几率 0.3， 在这里。好，以此类推，这是不下雨的情况。第一天不下雨的情况是 0.182， 它的几率 0.182， 乘上第一天不下雨，第二天下雨是 0.3， 第一天不下雨，第二天下雨，也不下雨的几率 0.7， 所以乘一乘加一加得到 0.627， 0.373， 这个就是 one step prediction。你再把这个几率带到这里面来，算一算，变成 0.883、0.117， 什么意思？就是当我观测到主管第一天也带伞，第二天也带伞，那我就估算他第二天下雨的几率是 0.883， 好。不下雨的几率 0.117， 这样可以吗？好，这个因为我必须，因为东西很多，我要讲的比较快。那你如果没听懂，其实就是慢慢回去啃这一份投影片。有时候我准备课程也是要仔细慢慢读这样子。好，那再来，刚刚讲完 filtering。那再来讲 prediction 其实 prediction 呢，你可以把它视为其实就是一种 filtering， 只是它没有新的 evidence 啦。那事实上，我们刚刚在讲这个 filtering 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种 prediction 了，就是 one step prediction， 就是往后往时间往后多预估一天嘛，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好了，那我们可以如法炮制啊。假设我们今天要做的 prediction 是，我告诉你第一到 t 天的 evidence， 我要你去预估第 x t 加1加 k， 也就是说 k 天，k 加1天之后 ，k 加1天之后的天气形态，这样。好，那根据刚刚的 formulation， 这个就可以把它拆解成给定1到 t 的 evidence xk 加1的天气形态，乘上给定第 t 加 k 天的天气形态，第 t 加 k 加1天的天气形态。好，这故意这样子写，是为了要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 transition model 嘛，对不对？这是故意写成 transition model。好，然后呢，这个还是在做 prediction。Naturally, this computation involves only the transition model and not the sensor model。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是 prediction 的状态。好，所以你有办法把这个问题拆解成这个样子。那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它又是一个 transition model， 跟一个这个原本这个问题跟这个问题长很像嘛。我把它拆解成少一天，本来是要预估 t 加 k 加1的，我现在变成是预估 t 加 k。那你这个又可以继续往下拆解啊。你本来要预估 t 加 k 的，你又可以把它拆解成，你只需要预估 t 加 k 减1，那继续一步一步往下拆解。这其实又是一种 recursive 的一个形式。好，这是 prediction。OK， 好，再来 smoothing。回顾一下什么叫 smoothing， 就是我告诉你，礼拜1到礼拜4带不带，
然后呢，我要你去回推那礼拜二是下雨或不下雨的几率，这样啊，这叫 smoothing。好，数学上就是我要去算这个 probability sk given 1到 t， 其中 k 呢是在0到 t 之间。好，那又是做一些数学的演算技巧啦。我就又把这个1到 t 呢拆解成2个段落，一个是1到 k， 一个是从k 加1到 t。我的 evidence 分成本来是有礼拜1到礼拜4的 evidence 嘛，我故意现在把它拆解成礼拜1到礼拜2的 evidence， 以及礼拜3跟礼拜4的 evidence， 变成这样。好，然后呢，再来又是这一招贝氏定理，又把它拆解成这个 probability sk given 1到 k， 以及给定 sk 跟1到 k 的 probability 1k 加1到 t。好，意思是说，翻译成白话，就是给定礼拜1到礼拜2的带闪不带闪的状况，我预估礼拜2的天气形态，这个几率乘上给定1到2的带闪不带闪，以及礼拜2的天气各种不同天气形态的情况之下，它会产生出礼拜3跟礼拜4带闪不带闪的状况。好，这是贝氏定理。然后再来，又来了，利用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我要把这个东西再简化一下。好，礼拜3、礼拜4有没有带闪？我们说过，跟礼拜1、礼拜2有没有带闪无关。当我给定礼拜2的天气的时候，礼拜3、礼拜4有没有带闪，跟礼拜1、礼拜2有没有带闪无关。这就是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嘛。所以我又把这个几率呢简化成这个几率。好，那这时候来再仔细看，这是什么？第一个几率是什么？就是 filtering 的那个几率嘛。好，所以就是刚刚的这个 forward message。好，右边的这个呢，这是一个新的，就是给定第2天是下雨不下雨的情况之下，第3天跟第4天是带闪不带闪的几率。那我们姑且称呼这个东西叫做 backward message， 从第 k 加1开始到第 t 天为止的 backward message。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处理的就是第2个几率，这样。好，那所以这里就是说，哦，我现在给定第1天到第4天的带闪不带闪的情况，我要去推估第2天的下雨不下雨的几率，这样。好了，那现在棘手的是这个，看起来有点可怕。给定第2天下雨不下雨的情况之下，我第3天跟第4天带闪不带闪的几率是这个。好啦，又要再弄一下数学啦。我们故意的把它拆解成我们熟悉的东西。我们熟悉的是，其中有一个是这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给定第2天，给定礼拜2下雨不下雨的情况之下，第3天，这礼拜3下雨不下雨的几率，这个是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吧？可以吧？我这么说好了，我们现在要算的事情是，我告诉你第2天下雨不下雨，你第3天跟第4天，你要去预估你第3天或带闪或第4天带闪的几率嘛，对不对？这个几率怎么求？你直接叫我求，我不知道怎么求，因为我只知道说第3天会不会带闪是跟第3天有没有下雨有关嘛，对吧？所以我只好绕一圈。那第3天有没有下雨跟什么有关？跟第2天有没有下雨有关嘛？啊，那我就串起来了，因为我现在知道第2天有没有下雨嘛，所以我其实就是把这个问题转化成给定第2天是下雨的情况之下，第3天是下雨的几率，再乘上给定第2天是下雨，第3天也下雨，那么第3天会带伞的几率或不带伞的几率，这样。好，所以这里我先弄一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 出来，再乘上这个东西。
好，先做数学的一个推算。好，然后呢，第 k 加1之后有没有带闪，只跟第 k 加1天的天气形态有关。所以这里又有一个 conditional independent， 我又再次的简化这个东西。好，然后呢，这里我又把第 k 加1天跟到第 t 天的这些 evidence 又拆成2块，一个是只有第 k 加1，一个是从 k 加2到 t 的。好，这目的又是为了要做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因为给定星期三有没有下雨的情况之下，我星期三有没有带伞跟星期四有没有带伞是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又来了。所以说你看这里呢，就把它拆解成给定星期三是下雨不下雨，星期三有没有带伞的几率乘上给定星期三是下雨不下雨，我从星期四到星期五是不是有带伞的几率？这2个是 independent conditional independence。好，然后最右边这个一直不动，这样。好，那讲了个半天，仔细的来看一下哈，这里是不是又有一个 recursive 的形式出现？其实是有的，你看一下这一个等到左边的这个形式，跟中间的这个形式是同一个，只是说时间呢都做了一个变动，有没有？好，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又是 sensor model，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transition model。所以 again， 这里又是一个 recursive 的形式。好，这个 recursive 的形式呢，我们把它定义成是一个 backward 的一个 function， 也就是说，每次我要去估算这个几率，在此之前，我的 k 加1到 t， 我要去估算这个 k 加1到 t， 其实我得要采用到 k 加2到 t 的，我之前我从时间很后面，我一路推算回来，我每次推算回来，我都只需要再加入这一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 跟这一个 sensor model 的 observation probability， 我就可以一路推算回来的。所以这个叫做 backward message。好 ，backward message 它又是一个 recursive 的一个形式。好，所以回到已经头昏脑胀了，对不对？回到刚刚所说的，我们现在要算的是 smoothing 这个几率。经过刚刚这一系列的推导，刚刚最麻烦的其实是右边的这个几率。好，但是我们也说了嘛，右边这个几率呢，也可以写成是一个 recursive 的形式，那我们称呼它叫做 backward message。前面这个是一个一般的 filtering， 我们刚刚也已经证明过了 ，filtering 这个可以写成一个 recursive 的形式，它叫做 forward message。好，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个 smoothing 的时候呢，我们要去预估，给定你1到5主管带伞不带伞的情况。假设我要算的是礼拜2，我要去预估礼拜2外面的天气形态。我就是做一个 forward 的 message， 从礼拜1走到礼拜2，然后呢，我再做一个 backward message， 从礼拜5走到礼拜4，再走到礼拜3，再走到礼拜2，我把这2个几率乘起来，我就得到了我礼拜2外面是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听起来很玄，对不对？听起来很高档。好，来，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我告诉你第1天跟第2天有带伞，我要你去预估第1天下雨跟不下雨的几率，这个就是一个 smoothing 嘛，对不对？好，那根据贝氏定理，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成这样啦，就是说，给定第1天是带伞，那么第1天是下雨不下雨的几率乘上给定第1天下雨不下雨的情况之下，第2天带伞的几率。好，那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要算这个。好，
那我们就个别的把几率算出来啦，给定第一天下雨不下雨的几率情况之下，第二天有没有都会带伞的几率，这个，那我们就是把它拆解成第二天到底会不会带伞啊？第二天会不会带伞，只跟第二天有没有下雨有关嘛？所以说呢，我给定第一天的情况之下，我第二天有没有下雨的几率，乘上我给定第二天的天气形态，第二天会带伞的几率，对吧？好，那现在呢，就是这里啊有一个初始条件啊，这里永远都设成1。好，所以说呢，如果今天是下雨的情况之下 ，R1 如果是下雨，第二天也下雨，几率0.7；R1 如果是不下雨，第二天是下雨的几率0.3嘛，所以这里0.7、0.3指的是 R1 的两种状况造成的 R2 的这个几率，乘上这中间都设成1，然后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指我如果第二天是下雨的，我第二天会带伞的几率0.9。好，这个是第一个 turn。第二个 turn 呢，是说我如果第一天是下雨，第二天不下雨的 case， 第一天下，第二天不下是0.3的几率，第一天不下，第二天也不下的几率是0.7。好，那中间这都永远乘以1。那现在第二天不下雨，但是我带伞的几率呢是0.2，把这个乘一乘加一加得到0.69、0.41。我这里终于算出了第二个几率。好，那第一个几率呢？第一个几率是，之前应该已经有估算过的0.818、0.182，把这两个乘起来，然后呢做一个 normalize， 得到0.883跟0.117，这样子。好，那这里要特别跟大家讲的是说，你看呢，这个几率是什么？告诉你这2天主管都带伞，然后呢，第一天是下雨的几率0.883，不下雨的几率0.117。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事情，是哪一个？这个，你看哦，我如果只告诉你第一天主管有带伞，你预估出来的第一天会下雨的几率是0.818，你这个0.818其实是小于这里的0.883，这样代表什么含义呢？我再讲一次，你姑且忘掉这些数学，它告诉你什么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只告诉你第一天主管带伞，然后你去预估第一天下雨的几率是0.818。好，但是我如果告诉你第一天主管有带伞，第二天主管也有带伞的话，你现在一样是去预估第一天有没有下雨，你预估出来的几率就是0.883。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连续2天会下雨的几率是高的？所以今天我告诉你，第二天主管有带伞，隐含的一个意义是第二天很有可能也下雨。如果你今天第二天很有可能也有下雨，你回推到第一天，相对来讲你下雨的几率就比较高。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一路这样回去。好，虽然非常的隐晦啦啊，但是它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此。好，那所以这一大段呢，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好，那所以说整个 smoothing 呢，其实就是在 run 一个 forward backward 的algorithm。好，它整个的计算过程就是有一个 forward process， 有一个 backward process， 然后最后2个乘在一起，加总在一起啊。那我们说过啊，我们这一大段的说明呢，是浓缩再浓缩、精炼再精炼的一个过程啊，不然这个
李林山老师也是上了几乎半个学期的课，才把这些都讲完。但是我们浓缩之后呢，就是先讲到，当然我们还没有讲完呢，我们只讲了 filtering、prediction 跟 smoothing， 后面还有 most likely sequence 啊，但我们今天应该来不及讲完。OK， 好，那对，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不要忘记 filtering、smoothing、prediction， 甚至到我们下个礼拜才有时间讲的 most likely sequence 这边，全部都是假设我们的 network 上面这些几率都已经知道了哦。你看哦，这些几率假设都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去推估这个某一天下雨的几率有多高，光要做这件事情，你就要搞得那么复杂，那你更不用说，那这个几率如果不知道呢？事实上，在实际的问题当中，你只知道什么？你只知道有没有带 umbrella， 你根本就不晓得这个 sensor model 这个 observation probability 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这个 transition probability 是什么。所以你看这个问题是挺困难的。那这件事情就跟语音辨识一样啊，你知道的是什么？你知道的是这个人发出来的声波是这个样子，你只知道这件事，接下来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他讲了什么话，你不知道他发 this 这个音的时候，它会产生出什么样子的声波，你都不知道。但是你要从一大堆的声波里面去回推，他可能是讲什么话。好，那这个就是 EM algorithm 要做的事情啊。好，那大家真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能要去修其他 machine learning 的课啊，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是AI 导论的课，没有办法讲到那么的深。好 ，EM algorithm 也是广泛用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好，那接下来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可能要抽奖了，我们讲第二个通关密语好了。4264，随便乱讲。4264。好，那在此同时呢，我们等一下请那个助教，我们先处理成大的部分，请助教发号码牌，然后等一下我们抽奖啊。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Slido 上面的这个问题啊。Most likely explanation 就是从一连串我们观测到的 observation 去回推最有可能的一串 state， 比如从带不带推算鱼。是的，好，第一位同学你讲的没有错 ，most likely explanation 就是要做这件事，没错。我们下礼拜会讲说怎么做到这件事。这些跟贝氏网络相关的概念各自扮演什么角色？马可夫坦是用来描述条件独立性吗 ？Linear Gaussian 是为了你这里连续好几个问题哦。首先，我们今天讲的大部分的内容，比如 Hidden Markov Model 这些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贝氏网络，它就是一个贝氏网络。Markov blanket 是用来描述条件独立性吗 ？Markov blanket 呢？刚刚我们提到它是用在哪里？用在做那个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的，对不对？它指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对于一个我们有兴趣的 variable， 我们要去 sample 它的时候，我们要 base on它的周围的会影响到它的邻居们嘛？那这些邻居们包含它的 parent， 包含它的 child， 以及包含它的 child 的 parent。好，那这些呢，给定这些它的邻居们的实际的值的情况之下，我要去 sample 我目前有兴趣的这个variable 的值，所以才会讲到 Markov blanket。好，所以它的确是用来。你可以说对，它的确是用来应该说它是用来描述条件独立的。是的，因为你给定 Markov blanket 现在的某一个 query variable given 这个 Markov blanket this query variable is conditional independent to other variables。讲英文比较精确是这样。Linear Gaussian 是为了要处理连续变数的关系吗？是的。是的，这我们之前讲 Linear Gaussian 只是一种处理 continuous variable 的一种
比较好实做的数学上比较好推算的一个方法。好，能否简单说明其他重要概念的关联？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能否简单说明其他重要概念的关联？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嘞。好，老师前面用下雨跟待产的例子说明了很清楚，但针对什么型的部分，想请问老师是否使用语音处理的概念去说明，提供新的类比给学生理解？比如说我们刚刚提的意思，比如说 This is a book。现在呢，我有一串声音，这一段声波，我讲的就是 This is a book。好，那这一段声波呢，它可能总共长 1.5 秒。那我想要去推算出比如说第 0.7 秒的时候，我最有可能讲出来的那个音节是哪一个音节？我可能有50种音可以发出来。好，那我要去我现在给定你这 1.5 秒的声波，我要你去推估第 0.7 秒的那个时刻或那一个很短的时间，我这50个音节，我个别这50个音节的几率是多少？有点类似这种感觉。OK， 好，这个会先给在0010、0111分别的概率是多少，然后再给某一天有没有下雨，有没有带伞，并用先给的几率带入计算往后或这样吗？其实我在猜你的意思是说，像我们刚刚很多的 formulation 啊，我们都是 sum over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像这边就是说，你看你是 sum over x t 加 k 啊，这其实意思是，我给定你1到 t 天的带伞不带伞的情况，你第 t 加 k 天有可能是下雨，也有可能不下雨。所以下雨的情况之下，你就会乘上一组结果；不下雨的情况之下，又会有另外一组结果。然后你要把两者加起来，所以就像是这个好，比如说给定你第一天是带伞，你第一天 R1 小 R1 可能是下雨的几率，就是 0.818 嘛。但你如果今天你的 R1 代表的是不下雨，那你这个几率就是0.182。好，那所以呢，这里有2个东西加起来，这个你们自己看就好了。好，这个你知道，就是说，这个是下雨的几率嘛。然后呢，这个 R1 当它是下雨，它有2个东西加起来，加号的前半段指的下雨的 case， 加号的后半段是不下雨的 case。OK， 好，所以说你如果这里是 R1 是下雨的，在 R1 是下雨的情况之下，我 R2 可能是下雨或不下雨啊，所以我 R1 是下雨，我 R2 是下雨的几率就 0.7， 我 R1 是下雨，我 R2 不下雨的几率就 0.3 嘛。那像这个加号右边第2个 term 是指 R1 是不下雨啊，那在不下雨的情况之下 ，R2 是下雨的几率是 0.3， 在 R1 是不下雨的情况之下 ，R2 是不下雨的几率是 0.7。OK， 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去把它加起来。好，那 OK，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先来抽一下现场的。抽出6个吗？我们得奖几率很高这样1到14而已吗？2、4、6、8、10、OK， 好。3、7、
9、11、13、14。好，那这个就是在成大现场的得奖名单。好，然后呢，线上的同学啊，对，线上的同学，你们要去哪里填你们的表单呢？在这里。好，我们一样是应该开放到4点05分吗？好，请线上的同学扫一下这个 QR code 到线上表单记得哦，填入你学校的 email account 以及 Gmail 的 email account。好，写下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助教就会从里面抽。好，总共会线上的同学会抽出5位。然后 totally 就是11位会得奖，然后我们会再从这11位里面随机挑出一个是大奖，这样 ，OK。好，那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课。看一下slide上面还有没有？好，应该没有问题了哈。好，今天就到这边。这个再给大家扫一下啊。那个现场有抽到奖的，要来助教这里填你们的资料哦。好，对，然后号码牌要还，然后你如果都有来上课，说不定你连续2周都抽到啊，那反正你那个 quota 应该就会叠加上去啊。